这里就是很多人做梦都想来看上一眼的山西晋祠，里面有3样国宝，你肯定没有见过，而且还有世界上最早建于900多年前的立交桥和北宋时期的冰箱。悄悄地告诉你啊，据说里面还有4尊铁人。非常神奇的是，在800多年前，他们竟然会突然走路，连夜还跑了一个。很多人都听过晋祠，但是晋祠里面到底有什么却不知道。今天阿波就带大家走进中国最早的皇家园林晋祠，走吧。这里呢就是晋祠呀，非常神奇的镇水金人，北宋时期留下来的，大概已经有900多年了。明明是铁人，那么为什么它要叫金人呢？因为铁呢有5金之属，所以这里呢也被称之为金人台。奇怪的是啊，上千年的时间，他们竟然不生锈，也不腐蚀。更加神奇的是，据说呢，这些铁人啊都沾到了晋祠的灵气，居然还有一尊呢，觉得待遇不好，偷偷的跑了，掉进了汾河，消失不见了。所以在民国时期又重新呢铸造了这尊曾经逃跑过的铁人。那么你知道这尊铁人当时他为什么要逃跑吗？评论区告诉阿波。这里呢就是献殿，也是晋祠当中的一大国宝之一。整个建筑呢没有使用任何一颗钉子，全部都是榫卯结构。献殿呢是古代摆放贡品的地方，它呢是金代的建筑，现在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为了能够使整个献殿里面摆放的贡品存放的时间更久，你会发现它的四周呢全部都是通风的，所以啊，这里就相当于一个大冰箱，即使外面的温度再高，这里面也非常的凉爽。你再看看献殿的这块匾额，它像不像一只乌龟，代表着长寿健康之意。我们再到前面看一下晋祠的第2大国宝，这就是晋祠的第2大国宝，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水陆立交桥，北魏时期的建筑。它呀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当年的梁思成先生呀见到它之后都惊叹道，在古画当中时有出现，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它应该是世界上仅存的一座孤品了。古人呢以圆为池，方为沼，它是一个十字形的，下面的池呢为方形，所以被称之为鱼沼。在水上架桥，架起通道，所以又被称之为鱼沼飞梁。咱们从这上面走一走，你会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感觉。你看到下面的桥柱，再看看上面的桥身，是不是非常像我们现代的高架桥？这里呢就是晋祠的第3个国宝圣母殿，这里呢可是全国仅存最完整的北宋建筑了。里面呢是被人们称之为圣母的一江，整个大殿的感觉就像古代的宫廷剧一样，我们电视剧里面看到的场景跟它差不多，也是晋祠的3绝之一。这里的宫女呢，大多数眼睛呢都是斜着的。你知道为什么宫女的眼睛要斜着吗？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直视皇帝或者是皇后的，所以说只能够用眼睛的余光去扫他们接下来要传达的命令。那么这一排呢，全部都是为圣母呢唱戏的一些侍女。这里面最经典的就是其中的一个侍女，她的一边脸呢是微笑的，一边脸呢是在哭泣。曾经梅兰芳先生为了能够唱好京剧都亲自跑到这里来跟他学习。而这一排过程呢，分别就是京剧当中的生旦净末丑。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能够一张脸同时表演2个表情，估计世界上除了里面的这尊雕塑以外，也没谁了吧。这个大殿你会发现除了外面的26根柱子以外，整个大殿的里面呢没有使用任何一颗柱子。而外面的柱子上面呢，雕刻有8条木龙。这8条木龙也是宋代的时候保存下来的。很多地方呢，虽然说都已经风化了，但是一点也不影响我们对古人雕刻技艺的赞美，因为它还能够看出龙的原型。那为什么只雕刻8条龙，它不雕刻9条龙呢？古代呢是有等级划分的，皇帝是9条龙，皇后呢只能够8条龙，所以这里呢是圣母殿，只雕刻了8条龙。那么这8条龙呢，它跟木头不是浑然一体的。你知道它是怎么被古人挂上去的吗？评论区告诉阿波。晋祠除了3宝以外呢，它还有3绝。第1绝呢，就是我身后的龙柏，西周时期的3000多年了。这棵呢叫做龙柏，另外一棵呢叫做凤柏。当时呢那个凤柏据说在很早之前长了树瘤，后来人们呢就把这个树瘤给砍了。
那么这个龙柏呢，它非常思念凤柏，就探身朝它的身旁长去。后来你看，它就长歪了，即将看起来呢，马上就要倒下了。而在1000多年前，龙柏的旁边竟然长出了另外一棵龙柏，用自己的枝干把龙柏呢又继续撑起来，长了1000多年。你说神奇不神奇？如果把他们比成一家人呀，这一定是阖家幸福。大家可以在公屏当中打出"阖家幸福，长相厮守"。晋祠的另外一绝呀，就是边上的南老泉。冬天的时候呢，即使太原的温度再低，这个南老泉呢它也不会结冰。夏天的时候啊，即使外面的温度再高，南老泉里面的水它也不会干枯。你说奇怪不奇怪？关注阿波，下个视频带您去一趟山西的蒙山大佛，据说呢比乐山大佛还早了160几年，你肯定没见过吧？都说这里的金子永远也拉不完，永远也填不满。这里就是山西平遥首富的家马家大院，他们家呀有一个古代的巨大地下金库，全国闻名。悄悄地告诉你，这还不算什么，他们家里面的一个衣柜都可以换现在的一栋小洋楼，全国罕见。就连山西的乔家大院啊，也要叫他一声老丈人。关注阿波，今天带您走进山西的马家大院，看看他们家100年之前的地下金库到底长什么样。走吧。这里呢就是马家大院的伙计接待客户的地方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办公室。如果呢有比较重要的客户呢，会到里面马老爷的客房里面去进行会客。这里呢摆了一口巨大的缸，看到没有？缸的前面呢，它有放了一个元宝，代表着财气。缸的里面呢还装满了很多的水，也叫做门海。那么门前有大海，财源滚滚来，大家肯定都听过这句话是吧？这里呢就是马家以前拴马的拴马桩，这个拴马桩呢非常具有特殊的意义。您看看上面蹲了一只猴子，马拴在旁边，代表着马上封侯，而猴子的身上呢又背着一只小猴子，代表着辈辈封侯的意思。看来这做生意做久了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出一个做官的人。咱们再带人到里头去看看马老爷生活的地方，走。这位呢就是马家大院的主人马仲选先生，他是清朝中末期整个平遥古城4大家族之首，也可以说是平遥的首富，最有钱的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马家大院，他娶了3个老婆，这3个老婆平时没啥事，就在这个房间里头陪马老爷的母亲一块搓麻将、打太极，小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马家最值钱的一样东西就放在这个房间里头，看到那个衣柜没有？叫玉雕大衣柜，在全中国只有这么一个，就在山西平遥古城的马家大院。上面的玉看到没有？那都是以前雕刻上去的原版，所以这个衣柜换一栋大别墅那是绰绰有余的。从这个门进去就是马老爷平时休息的地方。一进来之后你会发现门上写了一个马，是不是活灵活现？既像字，它又像动物。从这个门进来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两边的房间还有很多。大老婆呢就住在这个房间。那有些人说，大老婆她怎么不跟马老爷住在同一个房间呢？我告诉你，马老爷平时呢住在中间，马老爷的妈妈住在另外一个厢房里头。因为他的妈妈还活着，所以有个规矩大老婆没办法晚上跟马老爷睡在一块儿，等她的婆婆去世以后，大老婆呢才能够搬进这个房间里头。这里就是马老爷他们家的厕所了，也被称之为茅房。这个茅房叫做旱厕。有多少人使用过旱厕的？大家用过的话，可以在评论区打出2个字用过。再带你看看他们家的厨房到底长什么样。这里是他们家的磨坊，以前下人在里面工作，磨一些这个食用的粮食。这里就是他们家的厨房了，带你来看一看以前大户人家的厨房到底长什么样。他们家厨房其实面积还挺大，看到没有？那边呢有鼓风机，下面还摆了很多的瓮。这里呢是厨师炒菜做饭的地方。以前古代的厨师可不好当要24小时随时待命，而且厨房一般都要离主人的客厅稍微近一点，因为古代的时候这个饭一端出来，端到吃饭的地方，菜可能就凉了，所以一定要距离很近。晚上老爷如果饿了，吼一声，这个厨子他就直接做饭了，所以距离不要离主人的正厅太远。那么马家这么有钱，他们家的金子银子都放在哪呢？当然是放在他们家的地下金库里头。据说永远拉不完，也永远都填不满。
带你们去看一看，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古代的时候呢，它上面加了很多的木板，木板上面再用泥土把它封起来。现在为了开发旅游，所以你只要打开这个门就可以下去了。下这个金库的时候，最有特色的就是他们家这个楼梯，你会发现左边高，右边低，看着很难走，其实比现在的楼梯要好走太多了。走起来一点都不费劲，但是看起来却很难走。从这个地方进去就是金库了。这个金库高度大概有2、3米，两边摆的全部都是银子。你看这么大一个银元宝，我估计一个我都花不了。这一柜子里面全部都是，这里头也是。你看这2排都是按照古代的时候马家大院当年摆放银元宝的一个规格来进行摆放的，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动。就这两边，你猜猜能放多少银元宝？怪不得马家是平遥的4大首富之首。那么这里你看看，还有一个窟窿，这个窟窿的下头发现没有？深不见底，具体通向哪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知道。据平遥村的老百姓说下面的4通8塔，如果上面的银子放不下，会把它放到下面去，挨个摆放在各个点。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敢进去瞧一瞧。马家的这么多钱，他们到底是怎么赚来的呢？他们家不仅有开诊所，还有开票号，还有镖局。这里呢，就是马老爷平时出远门的时候坐的马车。这个马车在古代可以算是一个奢侈品，虽然说坐着不舒服，但是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由于马老爷是商人，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车厢就比较矮小，除非你是当官的，车厢呢才够坐的比较高大一些。那么这个是他们家的物流车，他们家的物流车也就是以前的镖车，他们家只押自己家的镖，就相当于现在的京东快递跟京东物流是一样的。京东商城有自己的快递叫京东快递，他们家有自己的标号，看到没有？标旗、标车。那这个标车这么小，它是干啥的呢？如果押镖的时候要走一些小巷子，就把货物转运到这个独轮车上，然后去过巷子。如果是比较大的路，那么就直接用这种大型的镖车直接压着走就可以了。关注阿波，下个视频带你们去看一看山西最大的大院长家庄园。